这个世界的女人成年后都会觉醒成为乐器形态，有暴力少女变身成为摇滚吉他，有优雅御姐变身成为治愈钢琴，甚至还有女汉子变身成为赤焰战鼓，而男人则会觉醒乐魂成为乐师，二者相互契约，可通过演奏乐谱爆发出强大力量，来一同抵挡恐怖的凶手。然而穿越而来的我却发现，所有觉醒成为华夏乐器的少女竟然都成为了人们嫌弃的对象，而那些所谓的西洋乐器却被众人捧上了神坛。对此前世作为音乐天才的我只想说，洋流不要嚣张，我会证明华流才是最屌的。不料我刚说完，下一秒操场的觉醒台上忽然响起了高昂的乐声，只是一声，我便认出这是号称乐器之王的唢呐。果然，觉醒台上细长的唢呐逐渐成型。我微微一笑，忍不住道出了心底的那句话：唢呐一出，谁与争锋？然而我这话一出，却反而引得四周众人轰然大笑。下一秒便见觉醒台上一个硕大的D字样出现。怎么可能？堂堂华夏百乐之王的唢呐，其品级怎么可能会只是D级？然而觉醒台的老师顿时叹了口气，拍了拍校花白灵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天赋无法变更，这也是命吧。台下更是一片片叹息之声。觉醒出什么器魂不好，偏偏是唢呐，这下怕是彻底没救了吧？容貌再好又如何？觉醒出这等垃圾器魂，这唢呐、琵琶、二胡、编钟这些断绝传承的古乐器玩意，压根就不应该被称之为乐器，当个古董文物还差不多。就说那琵琶哪有吉他好，操作手法复杂不说，音色也不好听，这下怕是完了。堂堂大校花竟然觉醒出这样一个器魂，怕是就连保安都看不上吧？周遭戏谑嘲讽的声音不绝于耳，见此我却忍不住摇了摇头，感到一丝叹息。没想到堂堂华夏古民乐竟然已经沦落至此了吗？原来这个世界华夏古乐器早已经断了传承，人们对华夏古乐器的认知大部分也只是停留在了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上罢了。再加上华夏古乐器也已经被乐师联盟从百乐榜之中废除。见此，老师无奈地叹息了一声。台下可有人要与白灵签订契约，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哪还有人敢契约？就连白灵的追求者洛南也立马换了一副嘴脸。白灵，你除了那张脸，当真是一无是处啊！不过要是你考虑做我的奴隶，或许我还可以考虑一下，用我的 A 级乐谱护你一世平安，至少在我腻了之前，你都会很安全。听言，白灵脸色顿时一沉，紧紧咬着嘴唇，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他不想去做奴隶，可是在这乐师契约体系之下，乐师奏者二者缺一不可。他这地级唢呐器魂，真的还会有其他人愿意和他签订契约吗？想到今后的一切，他顿时眼泪忍不住的滴落下来。然而就在白灵感到无比绝望之际，顿时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这唢呐器魂，今日我灵天要了！我的声音就宛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在人群中炸响。华夏古乐废，唢呐弱，这只不过是你们太过无知罢了。真正的华夏古乐，何曾弱过，何曾差过？自古礼乐便是六艺之一，多少英雄好汉、诗人词人，以诗乐抒发着自己内心的豪迈之情。曹操以一曲短歌行抒发着自己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白居易以一首琵琶行更是道尽人间沧桑。悠悠华夏数千年历史，可以说更是一部诗乐史。隋唐两朝的燕乐、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更是领先世界的音乐形式。这等民乐又怎么可能弱了？见状，白灵泪眼婆娑的眼神中顿时迸发出一缕希望，但广场上却顿时掀起了哗然大波，众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神色看向我。这家伙怕不是脑子烧坏了吧？唢呐这种器魂可是地级的天坑器魂，这他也敢契约，怕不是见色起意？而此时一旁的老教导员见此，也顿时忍不住感到叹息的摇了摇头。你可想好了，对于一名乐师来说，前期的乐器选择可是至关重要的，切不可因为一时意气用事而耽搁了自己的前程啊！然而出乎预料的是，我反而神色显得坚毅无比。唢呐自古便是我华夏的民乐，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放弃这一乐器，又何谈复兴华夏上古民乐传承？民乐一道你们不敢走不愿走，今日我灵天走了！此言一出，一时间在场的人顿时都不由得安静了下来。老教导员更是饶有兴趣地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宁弃一世前程，也要肩负复兴华夏上古民乐吗？若是都如此之心，我华夏何愁不能复兴啊？如今天地联盟诸国几乎都有各自的奏式乐器和阵式乐魂，可唯独华夏却传承断绝，只能靠学习其他诸国的民乐勉强抵御外魔入侵，但不是自己的终究是落了下场。然而华夏民乐的难，可不仅仅是难在弹奏，更难在曲法。华夏民乐的曲法已经失传太久了，而一般人连弹奏都无法做到，又更何谈谱曲？所以以至于华夏民乐就成了只能摆放在博物馆的古董文物。希望你真的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吧。然而对此一旁的洛南却忍不住轻蔑地笑出了声，真以为华夏民乐是这么好复兴的吗？然而面对众人的嘲讽，我却不由得捏紧了拳头，缓缓走上了觉醒台。不就是乐魂吗？以我前世古乐器天才的身份，纵使我觉醒不出强悍的天赋能力，也有信心能够用白灵的这个器魂奏出一部惊世乐章。就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我将手直接碰触到了面前的阴矿觉醒石，刹那间整个觉醒石都直接爆发出惊天耀光。什么？这光芒难不成是天地异象？这怎么可能？与此同时，我也顿时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某种力量正在苏醒。下一刻，我双眸之中顿时火光外露，周围人顿时看呆在了原地。要知道，觉醒石就能产生天地异象，其品级至少也是 S 级乐魂了。而这天地异象似乎还并未结束的样子，难不成这一次灵天这家伙觉醒的乐魂会是超 S 级的药师乐魂不成？一时之间，众人都忍不住咽起了口水。一旁的白灵更是神情激动地抓紧自己的衣角。然而就在这时，整个天地异象变得更加恐怖，似乎沉浸数千的华夏乐魂在这一刻全都在我身上找到了宣泄口一般，疯狂地爆发着他这数千年来的怒吼。华夏就是阴荒之地，华夏就无乐器无乐魂，不，华夏自古以来便不是那阴静之地，而是阴盛乐土，传承2400年的编钟，传承3000多年的琴瑟，传承8000余年的骨笛，哪一个弱了，哪一个又差了？
恐怖的异象不断的爆发着，顷刻间便盖过了其他觉醒台上的一众学员。哪怕周围学员觉醒月魂的品级达到了顶级的 GS 级，却也依然难逃被遮掩的命运。因为这一刻所展现的已经不再是我一人的天赋异象，而是整个华夏万年月魂的不屈怒吼。见此，我也顿时忍不住捏紧了拳头。这一世就让我带领你们再次重现这华夏的明月圣国吧。而似乎也感应到了我的决心一般，无数其他华夏明月月魂也疯狂的涌向我体内，最终化作3道光芒显现而出。品级 SSS 级，正是月魂，能力百月精通，竟然是 SSS 级天赋。一时间我也不由得感到一丝震惊，因为3班的班长洛南仅仅是觉醒出了一个 A 级天赋，就已经几乎傲视整个江海学院了。而 S 级即使在数万学员之中，也未必能出现几名。至于更恐怖的3S 级天赋，纵使在整个华夏数百年的历史中，也未诞生过几名。然而我的这 SSS 级的月魂天赋却并不仅于此，我的天赋百月之魂能够令我无视乐器类别，无视限制，直接弹奏上百种乐器，一人便可成军。不知过了多久，天地异象这才缓缓消失，而此时众人早已经满目痴呆的看呆在了原地。直到过了许久，才有人忍不住惊叹出声道：“你们说，林天他的月魂和天赋到底会是啥品级的呀？那小子该不会真的觉醒出了我们江海音乐学院100年都未曾出现过的药师级月魂吧？你们是不知道，刚刚隔壁一班的班花林清雪觉醒的好像就是号称西洋弦乐派高音之王的小提琴。要知道小提琴这可是妥妥的 S 级的器魂啊！结果倒好他的天地异象还没产生1秒就被林天的给压没了。周围人听言更是震惊不已。而此时高台之上的我，周身依旧还散发着一道道无比恐怖的异象天压。不错，如此异象至少也是药师级月魂，真不愧是我3班的种子选手。班主任陈海顿时兴奋地叫喊出声，丝毫不见此前冷漠轻视之态。高台之上的校长更是一脸欣慰地看向面前的我，内心的狂喜已然溢于言表了。今年江海3中不仅出了林清雪这样的 S 级惊世器魂，甚至还出了林天这样的药师级乐师吗？看来今年这一届的乐蒙百乐大比，我们江海3中倒是未必不能更进一步了。然而就在校长老师们都纷纷计较着如何才能吃下林天这一尊绝世天骄，好为自己踏平未来的青云之路时，突然一道异变顿时出现。这小子我八旗门要了！随着声音落下，一道道璀璨夺目的身影瞬间而至，直震的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这是月尊级强者降临了！众人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只见漫天的音符飘荡，手持一架玉制钢琴的中年男子在人群中走出，正是西洋乐派8琴门副门主江海天，华夏为数不多的至高月尊之一。江海天降临后威压震慑全场。慢着，我弦乐门可还没发话呢。江老鬼，你8琴门的手这次伸的未免也太长了点吧？随着话音落下，一尊须眉皆白、面目慈祥的老者顿时走出金光，其身后一把流光溢彩的大提琴轻轻旋转着。来人正是江海市西洋乐派弦乐门副门主信涛盟主，同样是顶级乐尊。随后2位乐尊同时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台下一众师生顿时不由得羡慕万分，但是随后又忍不住开始猜测起来。你们说，林天他到底会选哪一个乐派？一个是西洋弦乐派，另一个则是西洋琴乐派，这2者可都是现在风头正盛的顶级派系。而此时的白灵也一脸低沉的叹着气，他知道眼下的我是万万不可能再去选择毫无用处的他，不过他心中也十分替我高兴。林天，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然而看着自始至终都沉默不语的我，白灵脑海中顿时闪过一个惊世骇俗的念头：等等，林天他该不会真的选择华夏明月吧？毕竟此前我所言他可还一直记得的，因此内心不断祈祷着我千万不要干傻事。身为觉醒者，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个华夏唢呐器魂的处境，没有传承，没有契合技法，就算林天他觉醒的天赋在今天也是无用的，这几乎就是一个死局。林天，你能站出来帮助我已经很高兴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干傻事啊！华夏明月已死，这已经是事实了，这根本就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乐师所能补救的呀。然而高台之上的我，却自始至终都未曾看过那趾高气昂的2大西洋乐派一眼，反而缓缓向台下的白灵方向走去。原本还在明争暗斗的抢夺着林天最终归属权的几大乐派，顿时面色凝固起来。这小子是要干什么？难不成他真打算选择那可笑的华夏明月乐器？这小子疯了不成？华夏明月强的话，又何必令我们沦落到如今人人可欺的境地？我华夏人杰费了多少心思，才从外派乐师势力手中习得这通天乐法，抵御住了外域邪魔，护住了华夏周全。结果到了你林天这，就全成了垃圾。面对外界的质疑，我只感觉到痛心不已，甚至能感觉到自己体内那无数华夏明月的乐魂仿佛都开始跃动起来。赤炎战鼓、浩洋金筝、吼以编钟，无不都在愤怒地怒吼着。下一秒，道道战音响彻天际，华夏乐魂不容有没，华夏国区不容有辱。无数刚刚觉醒出来气魂的女学员纷纷面色潮红不已，体内的气魂仿佛都受到感应一般，无约自动显化出真形来，随音而动，随键而弹。这是万乐同音，这怎么可能？此时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顶级西洋乐派势力者也不由得震惊万分。要知道万乐同音可不是一般的乐魂就能做到，其乐魂不仅得有万乐弹奏的能力，还得拥有统治万乐的能力才可。难不成这小子觉醒的乐魂是正式级乐魂？已经多久没出现过正式乐魂了？难不成华夏天命真的降临了？不行，这等存在不能落入华夏乐坛手中。他们这些身居乐派势力高位者，比谁都清楚一名正式级乐魂天赋者的恐怖之处。如果说奏式乐器就相当于一个镇国乐器和核武器的话，那正式乐师便相当于拥有创造核武器的科学家。因为真正的奏式乐章这类修行境界
技法，是只有正式乐师才能创造出来的。凌天这种级别的天赋者必须要拿下。然而还未等在场一众西洋乐派大佬出手，下一秒一道身影便陡然出现。这等存在，我东洋乐派要了。这时云层中，一道咆哮着的惊天紫电雷霆骤然劈下，沉闷的鼓点响起，一袭紫衣的妖娆女子踏出滔天雷霆，身后金色太鼓四散激射而至，正是东洋乐派太鼓门。如下镜子，亦是一名顶级乐尊。见状，西洋乐派的江海天与信涛瞬间出手，一架预制钢琴与一架流光溢彩的大提琴瞬间显现，恐怖的音波顿时爆裂开来，差点没将整个江海学院都给毁了。随后上空就传来了一道不容有据的声音，正是那一众在华夏趾高气昂的外乐势力者。说吧，凌天，做出你的选择，你究竟想加入我们哪个乐派？然而此时处于大战中心的我却自始至终都未曾看过他们一眼，反而静静地感受着体内的无数华夏古乐之魂爆发出来的滔天战意。我顿时忍不住笑出声来，随后似乎下定了决心一般，双目顿时闪过一抹坚毅。不就传承断绝，前途无路吗？那好，无路我凌天便开路，无道我凌天便开道，无传承我凌天便创传承。悠悠华夏，万年璀璨古乐，我就不信创不出一条我华夏的康阳大道来。我凌天今世只会选择一条道路，那就是华夏明月。觉醒台中央，我抬眼看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几尊隐居幕后为了自己大打出手的各大外派乐系大佬。放肆！凌天，你莫非真以为我们今天是来和你商量的吗？高台上的无数乐派势力者脸色已然阴沉无比，语气中已然透露出一丝不容我拒绝的威胁。区华夏，区一乳臭未干的毛头乐师，而敢忤逆他们，这凌天真当自己是正式乐魂，就以为天下无敌了不成？如今世道他们西洋乐派已然为王，旗下掌控的联盟国家势力更是不知凡几，可以说只要他们想，他们就有不下100种方法让凌天消失无踪。真是愚蠢，倒是可惜了这么好的天赋啊！正是极乐魂这种级别的天才，得不到就只能毁掉了。动手吧，毁了他的乐魂！下一秒，学院广场人群中顿时闪现出数十位面容坚毅的高级学员，其身后一道道金黄色的萨克斯幻影飘荡不定，而他们无一例外皆是大乐师以上境界者。凌天，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做傻事啊！为了我这个废物气魂不值得呀！此时的白灵看着眼前的一切，早已经哭红了双眼。然而他正想说话时，却忽然看到了我脸色那无比坚毅的眼神。白灵，你知道吗？你觉醒的这个唢呐气魂，其实便是那命中注定。华夏明月沉静太久了，这世间的百乐之首，从来都是唢呐。白灵，跟我一起战斗吧！他震惊地抬起头，却见到面前的我双目中闪过的坚定，温柔地伸出手，手掌中心一道白色灵光悬浮着，正是同伴契约，二人身份平等。白灵顿时眼中不由得浮现出万般画面，随即他的双眸也逐渐坚定下来，他依然握住了我的手，他凄然地笑了起来。这是从属契约。我微微震惊，从属契约是一方为另一方的随从的契约，随从的境界感悟受到主人的影响，而随从对主人毫无影响，这可是不平等契约的一种啊！而契约一旦签订，便不可违背，这便是契约的神圣性和唯一性。这是我自愿的，也许某天你不需要我的随从了，失去我，你依然可以走出一条光芒万丈的路。眼看着凌天二人就要契约，场间一众外乐大佬顿时怒火中烧。下一秒，一位门派人士隐蔽在人群中，冷不丁催发身后乐器，黑色单簧管骤然喷射出一道灰色音符。感受到周围的万般变化，我顿时心中警觉大起。然而我却未曾有过一丝胆怯，准备好和我一起演奏了吗？瞬间，无数道音符宛如雨点般直朝我袭来，攻击不强不弱，却招招都直击我胸口命门的乐魂之处，显然是想彻底废掉我。然而惊恐的是，在这人山人海的广场上，却竟无一人阻拦这道目标是学生的攻击，就连场间的老师和校长都没有动作。隐约中，大量大佬的气息在场间无声爆发，暗中限制住了所有江海音乐学院人的动作。黑袍人宽大的袖袍内音浪翻飞，小子，这条路有多难，你体会一下吧。他默默地看着这道灰色音符，笔直地朝着我身躯斩去。然而面对眼下这必死之境，我也顿时明白了一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吗？我顿时叹了口气。白灵，那我们便演奏上一首吧。我低声呢喃着，意念一动，和白灵之间的契约骤然发动，白灵便化作了一个虚幻的唢呐。我闭上双眸，猛然吹响，一道嘹亮高亢的声音骤然爆发，密集如同万古齐奏，无尽锋芒将空间都略微扭曲，而后狂烈又磅礴的唢呐音席卷全场。霎时间，无数纸钱喜帖凭空显现，满天飘零，虚影之中，一道道红白纸人虚影吹送着唢呐，纸人抬棺，小鬼抬轿，一股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顿时散发了出来。